Hello，大家好，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魏九猴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还有他的帅抓人思路技巧。好像他到了赛季末，他就会玩这套出装啊。赛季比如说冲分那些啊，那些时候，对吧？队友都比较强的时候，他这套就不会掏出来用。只有到赛季末啊，是吧？为了大家的娱乐效果，他这套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死亡之舞，不是输出的核心肯定是3项哈，但他后续的打团能力的核心是什么？死亡之舞搭配这个叫什么？振奋。对方交过闪现的，所以抢到了吧？抢到了。2级不跑啊，这个人以为 Bobby 数值高是吧？就不能打到底是吧？笑死了。这里阿里帮忙拉野了。怎么说呢？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就是凯旋，然后凯旋和死亡之舞是有回血效果，就是只要对参与击杀，它就会直接变成回血效果嘛。像死亡之舞的话是会把这个伤害攒起来，但真实伤害但缓慢的变成真实伤害嘛。但如果说一旦打到就是说击杀对方的话，是会有个回血效果。这里失血逃走，然后呢利用凯旋，反正就这2个装备的效果搭配这个振奋，那他的后期就是那种越打越猛，因为一直回血那种。然后后续的话就看你是对方装备的话，就是破盾啊或者功能性装备，看情况做的。如果说对方回血多，你就做个那个有猫咪，看没有？不是猫咪，是谁啊？是猫咪。有猫咪的话，你就可以是吧？做个重伤，限制对方。发育的话，这猫咪犯大罪，自己掉下来。如果在那个谁轮子妈身上的话，其实还没那么好杀的。这个皮肤的话看起来小帅了，但九猴哥说黏黏的不怎么狠，就是不怎么顺手。我感觉魏最好的就是那个原计划那个皮肤，是感觉就是效果就是那种手感最好的。对面没闪的，所以没有打算锁大。队友给的信息嘛。说实话，这局对面的基地都已经冒烟了都，前期都炸成这样了。虽然说人头都在魏这边，说实话，魏送一波大的也有可能。3项的话，估计4分钟就能掏出来。刷完塔嘛，选择先回家。3项是4分钟，4分钟没到就掏出来了。你说这局变不变态？那这局的话，所以能直接先掏死亡之舞也是有原因的，不然的话都是先做破盾先。就巨蛇之牙这件装备啊，探照看到了。直接过来锁，打一套对方逼出闪现跑不掉的，这闪现白交。可以突然
先过来看看能不能杀这剑魔，一个 Q3，直接烫死。对面没人来，没人来的话，那就推塔就行了。一塔应该是可以推到的。啊，5分钟，对面上路爆炸，中路也炸了，双路好像勉强还行，还能兑现，还有兑现能力，还能反压，我天，可以。好了，这样的话可以开始展示数值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数值魅力的地方。哇，这波比还有500块，我天！哇，中路还死了。那中路的话还能打呀？看来队友不太行呀，这局抓不到，不好抓。没大招，有大招的话就可以锁上去了。哦，剑击照后可以。那这样的话，把龙给收掉。剑击往上路走的话，肯定会路过先锋。哦，包比在那里露脸。20多秒的惩戒，这样的话得给对方了，打不了了，3打5的。上路的话在那发育的，没关系，这种。波比的话应该是缓过来了，不像开局那样子那么崩。啊，这里直接锁，对方开大跑，回头都不带回。哦，对，就是有个点啊，现在好像到时候下个版本约德尔装备全部取消，然后回归之前的这项，除了1-2件嘛，除了领件装备啊，除了法爆球还是啥哪件装备说不回归以后，就除了2件装备不回归，其他的都回归之前的那个普通装备。然后就是增加的新装备，然后装备上的话有调整，后续的话就不知道调整成什么样子喽。反正现在体验服虽然说有哈，但是体验服并不是以那个为准的。不过英雄的话肯定是做出来了，但英雄的数值会不会在上线前增强还是削弱，这就是说这个就是体验服没办法判断的。就上线正式服终究还是会有差距的，有可能稍微一改一下这个英雄就强的离谱，或者说弱的不行，甚至说改了一下数值以后，他的技能数值以后，他就可以选择做另外一套出装，都有可能的。它的选择性就是英雄强度决定了这个英雄的装备选择的一个上限和下限。这里过来看看能不能越塔。有大招的一个 Q 闪，后续你看这个回血回的老舒服了，跟血泉似的，前期就有这样的回血量，只不过后续的塔伤害太高了，那没办法。但这也是已经砍过以后的死亡之舞。像如果你按以前的那个，就上个版本，这好像是上个版本吧，版本末期的时候，
也是出过了一期这个魏的那个这套移动堡垒流的玩法哈。但这里面还有个点就是还没那个叫什么振奋还没做出来。振奋的话是可以提高那个受治疗效果，比如说别人给你加血啊，或者说你通过你的技能回血可以提高这些。这里可以看到队友确实有点问题我说怎么感觉总感觉自己的队友怪怪的，这已经抓住这么大优势了，剑姬算是个正常的，但双人路简直就是不当人。如果不是这波掉点的话，其实可以控下这条小龙，然后拿龙魂的。但被锤走了，波比的话跳下来还在打龙，龙被抢了，然后没后续，有点搞啊，这队友是想什么呢？但说实话，这波没视野硬锤，然后只锤到位的话也是牛的，感觉纯运气问题。当然，这波对面能抢到这条龙还是有点亏，说实话，做不了推进。这里找到机会上来打一套，但后续队友的输出补不上。这血量看没有，几百的回，虽然不多，但如果说你要在对方就是说打到已经开始没什么伤害的时候，就这个续航续上来，你看就开始回了，还是挺猛。然后血就满了，就那种属于是那种就是在团战里面越打越猛，续航很强啊，这套出装，但爆发终究还是差一些，得吃队友，还是蛮吃队友的这一套，不像那种做穿甲玩战士刺客流的那种打法，破甲流打法就是伤害高，可以单 C， 但就是上限很高，但下限很低。你一旦不会玩，就是一旦失误就要炸，爆炸。这把说实话，双 C 的那个伤害很低，压力还是蛮大的。该扫描，只能去单带了。这时候没什么太多经济。
龙的话已经没有机会了，两边的大龙和小龙都是同时刷的，几乎同时刷新，所以你想要控双资源有点难，除非你说在团战的时候就是小龙和大龙出来前让对面掉点，不然对方你打大龙的话，对方有可能说直接放弃大龙来拿小龙先，有这种机会。阿里直接用大招开团，波比推开了这个位，不给他去切后排，但这里的话大招锁到了，对方想输出位置太难了，这个轮子吗？剑姬的话推塔都推到高地去了，那这局的话应该就这么结束了，不用拿大龙。好，那第一局就到这了，后面还有2局，欢迎大家接着往下看。